我踏上一列通往过去的死亡列车，究竟该如何从这场诡异游戏中逃生？学校假期到了，准备回家的我登上火车，没想到屁股才刚刚坐热，就看到昨天收到的那条短信弹了出来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没法删除的垃圾短信吗？怎么又自动弹出来了？用手肘碰了碰与我一同顺路归家的室友，喂，刘东，你也收到短信了吗？收到了。刘东打开短信，扬了扬手机，表示自己的情况和我相同。这介绍里说和鬼一起玩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喂，你看，这里面说有鬼，无所谓，我会出手。刘东笑了，当然，前提是女鬼，长成什么样不重要，身材差不多就可。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扯了一会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最终非常默契的同时闭上了嘴，因为车厢里的气氛有点奇怪，甚至可以说是反常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学校假日是乘车的高峰期，我每次上车前后都挤得不成样子，之后的路程也会非常吵，男女老少的声音一个不少。可这次的情况却完全相反，安静的怪异。我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此刻车厢内稀稀拉拉的乘客差不多也就10几个人，车座都没有坐满。意识到怪异，刘东率先问道：“我们俩有没有上错车？”“肯定没有，都坐过多少次了？”我给予肯定的回答，下意识的抬头看了看车厢上的数字，后半句话就憋了回去。130号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车厢是整个列车的第130节。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刘东自然也看到了那个车厢号，满脸写着不可置信。我瞧了瞧车窗，外面漆黑如墨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，这就更奇怪了。我们该不会是中了头奖，进入了某个超自然事件吧？而就在这时，啪啪啪，一个男人从座上起立，站在最醒目的过道上拍了拍手，瞬间，包括我们在内，车里所有乘客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去，估摸着也快到站了。作为130号车厢硕果仅存的老玩家，在这里给各位粉嫩的新人一点建议。那男人斜靠在座椅上，挠了挠头，声音懒散的开口道：“自我介绍什么的就先免了。我这个人讨厌和死人说话，所以你们只需听讲就好。首先，欢迎各位乘坐这辆通往地狱的快车，开始无尽的诡异游戏。你们到底是怎么来到这的？根本无所谓，重要的只有一点，在规定的乘车时间内，列车是绝对安全的，所以注意时间，千万别上不去车或者不下车，这很重要。其次，再过差不多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列车就会停止，你们必须全部下车和鬼进行互动。游戏的具体内容我不知道，你们手机应该在昨天已经收到短信了，自己去看，记住是一字不落的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最后，我特别强调一下，别带有侥幸心理，比如认为这是一场整蛊节目或者噩梦什么的，这里真的会死人，而且很惨。言毕，这人回到座位，丝毫没有给其他人反应的机会，直接向后一躺就开始闭目养神。车内又陷入一片寂静，我和刘东对视了一眼，虽是都没有说话，但彼此的脸上都写满了懵逼，根本搞不清楚状况。刘东的表情有些复杂，这是哪个拍短视频的段子手？新型社交牛逼症？应该不是。我打开了手机的定位功能，个人的力量应该没法做到在悄无声息间将整个环境都换掉，更别说我们现在的行程连地图都显示不出来，这已经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了。听到这，刘东也拿出手机开了下定位，发现根本没法在地图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且屏幕上的日期似乎也不对劲，倒退了10年，显示为2012，算是认清了现在的状况。他握着电话的手开始有些发抖。我们只是上个车就碰到这种事，也太离谱了吧！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，我看过不少类似的小说和影视类作品，接受能力不弱。至于要不要相信那个人的话，还是信比较好。毕竟2个大活人凭空出现在了130号车厢里，和见了鬼根本没什么分别。请注意，车辆即将停止，请前往游乐园方向的乘客下车，带好随身物品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就在我和刘东愣神期间，列车果真停了下来，前后的车门同时大开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挪动地方，还是坐在原位。又看了看车厢内其他乘客的反应，也都是彼此观察对方，没有一个站起来下车的。直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率先起立，按兵不动的僵局才被打破。而见到那人第一个下车了之后，也没什么事发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座位上站起，却被刘东一把给拉住了。你干什么？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我解释道，这根本不是之前那辆车，我们就算留在里面，也不知道会被送去哪，那还不如按照游戏的指示来行动，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。可是，一旦下车，我们就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呀。刘东回道，这车到时候要是不回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刚想说些什么，列车内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：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身份未被辨识的乘客。几乎是同时，就在车厢里，一个女人忽然腾空而起，发出啊的一声惨叫，就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给提了起来。随后整个人开始像拧干的抹布一样翻卷。等其他人注意到这边的情况时，她已彻底失去声响，变成了一条人肉麻花。见到这种骇人的场景，车厢内其他的乘客发出惊叫，每个人都在本能的驱使下从座位离开，疯狂地冲下列车。最后，列车内只剩下最开始讲话的那个男人，他从兜里拿出一张手帕，擦了擦刚刚溅到脸上的人血，依旧闭着双眼，好似入定一般。列车外，我们和其他乘客全都惊魂未定地站在原地，眼看着车门全部关闭，又再次飞驰起来，慢慢消失。这里真的会死人。想起车内那个女人的死状，我的胸口开始起伏，呼吸变得急促，双眼也有些发直。刚才完全是刘东在拽着我跑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死法的人，一时间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，而后才是惊奇和恐惧等知觉席卷全身，大脑和身体已经完全陷入麻木的状态。就在我还沉浸在那人的死亡当中时，刘东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喂，你看前面，这不是那个。喂，你看前面，这不是那个。刘东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黑夜，抬头看去，
天空中没有月亮，到处都是黑暗，唯一存在的标志物是前方那块巨大的招牌，由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串联，组成了歪歪扭扭的4个大字：欢乐王国。借助那微弱的灯光，依稀还可以看见招牌下是一扇关闭的铁门，旁边还有窗口，墙上写着售票处。这不是那家死了好多人的游乐园吗？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家名为欢乐王国的游乐园已经建了不少年头，后来屡屡出现因为游乐设施故障而意外死亡的事件。在10年前的某个时间，这地方就已经彻底废弃了。这不可能，我们居然回到了10年前。很快我意识到了什么，几分不可置信的拿起手机，上面的日期时间显示是2012年5月6日。这家游乐园早就不应该存在了，我们这些人居然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游乐园还存在的某一天。喂，星辰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环视四周，刘东感受到了这里异样的环境氛围，不自觉地咽了一口唾沫。我也不知道，暂且先打个电话看看吧。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又用手机按了个号码，想要拨打求救电话，却发现根本打不出去。又看了看其他人的反应，除了之前带头下车的那人在观察售票处以外，其他乘客都和我们一样在摆弄手机，似乎在尝试着和外界进行联系。而就在我们这些乘客出现后，整个游乐场似乎活了过来，木马开始了旋转，摩天轮嗡嗡作响，机械运转的声音不绝于耳，场内的数种游乐设施随之一同苏醒。广播喇叭里开始播放音乐，伴随着人声。欢乐王国带来无与伦比的开心与快乐，欢迎您！还不等我们有所反应，眼前一花，已是出现在了室内。这是一片非常宽敞的空间，和室内网球场差不多大。前方是拉着红色幕布的舞台，两边的墙壁下方摆满了布娃娃，而脚下踩着暗红色的地板，上面画了4只青蛙的涂鸦，分别留在1、2、3、4片不同的区域，数字部分用了不同的颜色标注，十分显眼。你们好呀，人类！突然，一个孩童的阴森森的声音从后面传来。嘿嘿，一起来玩吧！循声看过去，却是吓了一跳。声音的来源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孩，是真正意义上的骨瘦如柴，皮包骨头，身上穿着脏兮兮的连衣裙。她的双眼是2粒纽扣，代替了眼珠的存在。鬼啊！见到她的尊容，人群中有几个胆子小的乘客当下腿就软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一起来玩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赶紧开始吧。而那个女孩，或者说是鬼，僵硬的笑着，嘴边淌出的口水滴到了裙子上。我来告诉你们规则，然后大家一起玩啊！嘿，鬼擦了擦嘴边的口水，讲述了游戏内容。游戏的名称为抓青蛙，人类扮演青蛙，鬼来抓。共有3条游戏规则。规则1：整局游戏在限定的地界内进行，也就是4个画有青蛙图案的所在地，被称为池塘。所有青蛙都不允许离开由1、2、3、4组成的池塘区域。规则2：青蛙在鬼唱歌时可以进行跳跃。规则3：鬼每次只在一个地点内抓一只青蛙，猜猜他会选择哪个池塘？等他说完游戏的规则后，没有人感觉到一点童趣，反而是一股凉意涌上心头。我们现在是青蛙，那么被抓后会发生什么？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，鬼女孩的声调突然变高，似乎兴奋了起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玩吧。嘿，是岸上的青蛙吗？她的歌喉沙哑，像是坏掉的收音机，唱着不明所以的句子。而就在第一个句子的尾音结束时，鬼女孩那2粒纽扣的眼睛一转，看向了我所在的方向。嘿嘿，我要抓青蛙啦！诡异列车居然将我们带入10年前的死亡游乐园，而游戏的第一关是抓青蛙，这是什么破游戏？我们该如何才能逃生？接上文，嘿嘿，我要抓青蛙啦！他笑得很开心，抬起那骨瘦如柴的双手，以一个谁都没有反应过来的速度抻掌，一把就抓住了刘东的肩膀。哎，看到那双抓住自己的手，刘东愣了一下，似乎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而后，鬼的脖子也像蛇一样甩出，悬在半空，嘴从2颊裂开，整张血盆大口如同黑洞，咔嚓一声就咬下了刘东的上半身，温热的鲜血四溅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。等到众人反应过来时，鬼已经恢复了原状，用手抹了抹嘴，表情中带有几分嫌弃。好难吃啊，小青蛙！刘东看着西月同学仅剩的下半身跪倒在地上，我发出了惊恐的大叫。而游戏并未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停止，他又抹了抹嘴，脸上的笑容依旧。还是好饿呀，我们继续玩吧。嘿，这次所有人都见识到了青蛙被抓住的下场。某个距离刘东最近的人似乎疯了，空气中的血腥味已经让他失去理智，于是将刚才的规则忘到了九霄云外，脑中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逃。他开始狂奔，可就在他前脚踏出池塘的白线时，女孩的一双鬼手已至，将他抓住。同样的场景再次发生。好吃，小青蛙笑得非常开心，哈哈哈哈！我们继续玩吧。1到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等他唱完第2个句子，又是一双鬼手出动，抓向了数字1的池塘，吃掉了第3个人。没人敢逃，只要存有一丝理智的人都不会再离开池塘。他是站在我边的那个人，溅了我一身的血，这似乎让我清醒了一些，下意识地环顾起四周。我们这个池塘只有3个人了，如果我再在这里待下去，鬼再次选择在这片地区抓人，下一个很大概率死的就是自己。吱吱呀呀！当他唱出下个句子时，我跳进了旁边的池塘，也就是画着数字3的区域。而鬼这次依旧选择了在池塘1。一个倒霉的中年妇女被抓住，咬剩下半截。哎呀呀，老婆！他旁边的中年人发出痛哭，又很快由悲伤转变为愤怒，双眼血红的朝那鬼冲了过去。结局如出一辙，鬼张开了巨口，男人挥洒出满地的热血，他发出欢快又沙哑的笑声。嘿嘿，好吃，小青蛙好吃，继续玩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呀！而后
鬼的第4个句子唱出，他那双纽扣眼睛转向池塘一，可那里已经没有了活人的存在。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明明这片池塘已经空了，可那鬼依旧将头像蛇一样抻长了好几米，甩到区域内，四处转了半天。没有小青蛙了吗？没有小青蛙了吗？没有找到猎物，鬼的头归复了原位，没再发出笑声，低声一语着，似乎非常不快。好生气呀！再来吧。你听到我的哭泣吗？很快，鬼唱出了第5个句子。这次他的头颅一转，似乎把目标定位了池塘3，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区域。这里的人很多，和池塘2一样，聚集了一半数目的幸存者。看到鬼朝这边看了过来，所有区域内的人都瞪大眼睛，屏住了呼吸，因为马上就会有人被杀。没等太久，一个坐在地上脸色惨白的男人被瞬间夺去了上半身，其他人都暂时的松了一口气。我放松了一些，可悬着的心依旧没有放下来，因为鬼根本没有说过这场游戏什么时候结束。这样等下去，所有人被吃掉只是早晚的事，大家不过在排队去死。有没有什么解法？快想想！情况危机到了极点，我胸口急速的起伏着，大脑却意外的一片清明。一定会存在解法的。列车上的那个人说过，和鬼互动而赢取点数，既然是赢，那么一定是建立在人可以活下来的基础上才能获胜。是什么？有什么方法可以战胜鬼？人类真的可以赢过这种东西吗？深夜我刷视频，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我打了一大段话骂了个爽后，对方却不说话了。他沉默半晌，缓缓打出一句话：嘿嘿，我现在就去杀了你。我刚想笑，微信却突然弹出一个完全陌生的头像，他发来的消息竟然是我家的地址定位，我的心咯噔一下，连忙回复：神经病，你他妈谁呀？对方却不再理睬我，我盯着手机许久不见回复，心情稍微平缓了一点，应该是巧合吧，也许只是发错人了而已。但突然收到陌生人发来的定位，居然还是自己的住址，属实让我心里有些发毛。一片漆黑的头像，没有备注，网名是一个骷髅头的表情，怪瘆人的。回忆许久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这人到底是谁，直接删了算了，按下确定键。我端起手机继续刷视频，刚点进一个美女的直播间，屏幕上方又弹出微信消息，我点进去一看，心里顿时一惊，又是这个熟悉的黑色头像。他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是空无一人的公交车厢，没有开灯，黑乎乎的，只有正前方的 LED 滚动灯牌散发着微弱的红色光芒。我的目光瞬间被灯牌上的滚动字吸引住了。303路夜班，南江绿湖公园紫荆花苑小区。这趟夜班车的终点站正是我所居住的小区。什么意思？他要来我这里？我不是明明已经把他删掉了吗？心跳加速，我感到事情的不对。这时我的余光注意到一处细节，照片的右下角露出了拍照者的半截手，虽然光线很暗，但依然能依稀辨认出有个长条形的东西被他握在手里。下一秒看清后，我后背冒出了冷汗，那是一把刀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你他妈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吼着脏话，连文字带语音发出去好几条，对方却再次沉默。等了半天不见回复，我坐不住了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拨开窗台边的窗帘，朝楼下看了一眼。寂静的夜间马路，只有昏暗的路灯，别说是公交车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，对方仅用一张黑漆巴糊的照片就把我吓成这样，实在是太蠢了。可心里却抑制不住地恐慌起来，迈步钻进厨房，我从厨具架上拿下一把菜刀，口中振振有词道：你要真敢来，老子就叫你知道什么叫有去无回，谁怕谁。就像听到我的话一样，手机叮咚一响，铃声弹出消息，又是这个黑色头像。他再次发来一张照片，仍然是那个昏暗的公交车厢，镜头正对着滚动字灯牌。再有3站就到紫荆花苑了，他离我越来越近了。妈的，还真是个疯子！我的心猛地吊起来，2步窜到客厅，把大门反锁上，然后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警察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杀我，他在来的路上了，手里还拿着一把刀。这种情况我们算作恐吓威胁处理，你关紧门窗，保护好自身安全。如果他真的来了，我们会出警对其抓捕。听筒里接警员沉稳的声音，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恐慌。随后，接警员记录下来我的所在地址，并让我添加安警官的微信，把嫌疑人恐吓威胁的聊天记录发给他，以作证据。小兄弟不要怕，他要是真敢来，我们5分钟之内就会赶到。添加了安警官的微信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把黑头像发我的消息全部转发过去，包括他本人的微信号，总共就是这些。麻烦安警官了。几秒后，对方却发来几个问号，并说你什么都没发呀？啊！我的呼吸变得急促，连忙又截了几张图，转发了他的所有消息过去。可安警官的回复让我坠入了绝望，我什么都没收到，微信号也查无此人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和他有关的消息和截图都没办法发送给别人？我反复试了好几次，每次都是一样。安警官发来他那边的界面截图，确实只有我的对话气泡，就好有一张无形的网，把黑色头像有关的信息全部过滤隔绝了。如果说刚刚只是害怕被杀，那么现在已经变成对超自然情况的恐惧了。妈的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不仅删都删不掉，连截图都发不出去。我的睡衣被冷汗浸湿，止不住的给安警官发送消息，想说明现在奇怪的情况。别怕，应该是网络原因，你做好个人防范，把门窗关紧，有动静直接报警。输入框里的文字打了又删，我思考良久，尽可能让我冷静下来。叮咚，突兀的消息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无比刺耳，指尖微微发抖，很可能又是那个人发来的。我甚至不太敢看了。果然，点进去依然是一张照片，图中的场景不再是公交车，而是变成了一栋楼房，拍摄角度正对着单元大门，门玻璃上映现出一个模糊而黑暗的影子。这栋楼我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这就是我所居住的单元楼。没想到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。下一秒，他发来一句话：嘿嘿，我来杀你了。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这疯子这么快就到了。下一秒，他发来一句话：嘿嘿，我来杀你了。无法呼吸的我拼命抑制住狂跳的心，裹紧被子，僵直的坐在床上，眼睛紧盯着手机。黑色头像发来消息：我在楼下了。紧接着他又说：我在电梯里了。2分钟后，他发来新消息：我在走廊里了。
寒意彻骨，我不禁开始发抖，心脏几乎蹦出胸腔。1分钟后，消息再次弹出，我在门口了。我猛地坐直，透过虚掩着的卧室门看向客厅，不远处就是防盗门，静静伫立在黑暗之中。在它之外正站着一个可怕的疯子。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因为在评论区骂人而招惹上这种事，现在真是无比后悔。如果时间能回到2个小时前，我一定做一个温和有礼的短视频用户。敲门声骤然响起，我一个机灵强忍住恐惧走下床，手中紧握着刚从厨房拿的菜刀，手心里沾满了凉汗，悄悄抵至门口。我慢慢把眼睛贴到猫眼上，向外望去，赫然看见门外站着个人，他低垂着头，五官藏在帽檐的阴影里，看不清脸。他穿了件全黑色的塑料雨衣，把主要的面部特征遮挡得严严实实。我盯着他，紧咬嘴唇，不敢大声呼气。这个要杀我的疯子，仅与我有一门之隔。急促震耳的敲门声一下下撞击着我紧绷的神经，猫眼里他越凑越近，然后猛地将眼睛贴上来，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珠占据了整个猫眼，他直勾勾地与我隔着猫眼对视，似乎能看到我一样。我擦！我不小心惊呼出声，左手握紧菜刀，屏住呼吸。我用另一只手快速给安警官发了消息：安警官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就站在门外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到，千万不要开门。奇怪的是，信息刚发完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夜晚重归于静。什么情况？他走了吗？我不敢放松，重新顺猫眼向外看去，那个身穿黑雨衣的人不见了。昏暗的走廊内空荡荡的，空无一人。我吞了口唾沫，只感觉浑身冰凉，冷汗如瀑，盯着猫眼又直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便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卧室走，手指划拉着电话屏幕，看着他刚刚给我发来的几条消息，简直毛骨悚然。突然，下方一条新消息猛然蹦入眼帘：我在你背后。我大叫一声，挥刀就朝身后劈去，黑暗中刀刃劈了个空，什么都没看到。赶紧点开灯，喘着粗气环顾整个客厅，除了我根本没有第二个人。抹了把汗涔涔的额头，我握着菜刀愣了好一阵，然后一屁股瘫倒在沙发上，手指都在哆嗦，吓死老子了！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被整了，那疯子进不来门，所以离开时特地发一条唬人的消息来吓我，真该死啊！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安警官发来的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我开门向楼下走去。如果你在评论区跟人吵起来，而那个人半夜来找你，扬言要杀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安警官发来消息说，嫌疑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穿黑色雨衣，身上还有刀，我们在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确认下嫌疑人吧。太好了，心总算放下来了。缓了一会儿，开门准备下楼，在等电梯的时候，奇怪的声音从楼梯间传出，呵呵，可能今天神经过于紧张了，我没太多在意，径直走进电梯，心里也在想着幸亏安警官来得及时，否则不知道会发生多可怕的事。走出楼道那一刻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因为不远处的小区门口并没有人。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安警官发消息，消息打了一半，安警官突然回了一句：嘿嘿，你出来了。心里咯噔一下，而年久失修的灯此刻也散发着昏暗的灯光，时亮时灭，平常再熟悉不过的景物，此刻在我眼里分外恐怖，甚至每一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都有可能藏着这个握着刀的疯子。怎么办？我该回家还是跑出去求救呢？突然，余光瞟到了距离我5米不到的地方，站着一个人，他就在楼道口，身穿黑色雨衣，头戴棒球帽，脸上遮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而那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感觉浑身冰凉，我啊一声叫了出来，只想尽快地甩掉他，使出全身力气奔逃。果不其然，他也立刻跟了上来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看到不远处的保安室，呼喊地跑过去，但透过玻璃我清楚地看到保安小哥也倒在了血泊中，他把保安小哥杀了。我额头上渗出一层冷汗，我得赶快拐出小区，然后一口气甩掉他，继续拔腿猛跑，根本不敢回头看。我大口喘着气，感觉肺要炸了，仍旧不敢停下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小县城，大家很早都关灯休息，所以我接连着拐了几条街区也没遇到人。回头望去，夜色浓重的街道下，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早就不见了，甩掉了吗？正当我长舒一口气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你跑什么？我吓了一大跳，回头看，立刻松了一口气，是一名民警，应该是正在巡逻。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迅速把今晚的经历和警察描述着。我被带到警局做着笔录，随后才了解到警局里从来没收到过我的报警电话，所以说之前我在家报警，添加安警官微信都是假的。全是那一个变态的自导自演，我一直都在他的控制下，包括当时他砸我家门，当我在门眼看到他与安警官沟通的时候，他消失了。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回复我的消息，他享受的就是这种掌控的快感。通过监控，很快警察把他带了回来，除掉口罩的他是个非常陌生的面孔，他叫郑杰，是我们区的一名快递员。本身自学过网络安全技术的他，通过我家里 WiFi 操控了我的手机，所以我电话也打不出去，消息也发不进来。警察还在他家发现了一本日记，10月5号，自从小西部直播后，他的状态好像好一些了，真希望他能好起来。再看到他的笑容，10月8号，小西今天走了，如果我早点知道你的痛苦该多好。是那些对你恶言相向的人害了你。10月10号，小西，我决定为你报仇，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由于我在网上恶语相向，更加刺激到他有了想杀掉我的想法，并且因为工作原因，保安小哥长期对他的辱骂也让他无法忍受。而在网络中，总有一群人不现身份，藏在屏幕后，在他人身上毫无顾忌倾泻着自己的喜怒哀乐，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瓜看戏，一边戾气满满的发表评论。即使不明真相，但总要推波助澜。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？你相不相信？也许你曾在网络里杀死过陌生人。半夜，手机震动把我吵醒，一个陌生的号码给我发来一条莫名其妙的信息：天冷，盖好被子。当我以为这是谁的恶作剧时，一张照片紧接着发了过来。照片中是一个熟睡的女人，她穿了一件粉色睡衣，被子一半掉在了地上。看着那张照片，我毛骨悚然。照片上的女人是我，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啊。
从这张照片的角度来看，对方是站在床前拍的。照片中的我穿着睡衣，床头柜上放着正在充电的平板，旁边衣架上挂着我昨天穿的衣服。这一切都表明，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就是今晚。冷汗从我的后脊梁冒了出来。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进了我的卧室，那他现在在哪里？环顾四周，没看见有人后，我光脚下床，迅速反锁了卧室的门。倚在门后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进来的是谁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可能就为了拍一张照片吧？出去看一眼是不可能的。我不敢冒这个险，因为他有可能还在我家的某个地方。我只能保证这间卧室暂时安全。我哆嗦着打开手机，我想报警，突然又一条短信跳了出来：你不想看看衣柜里我给你准备了什么惊喜吗？我浑身汗毛炸起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离开卧室，而是藏在了衣柜里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夺门而逃的冲动，可我又害怕一开门看到一张狞笑的脸。你是谁？我颤抖着手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一条短信，信息刚发出去，就有微弱的光从衣柜的缝隙透露出来。我不寒而栗，转身拧开锁就跑了出去，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大门。一个半夜潜入我家还给我拍照的人，目的绝对不会是入室盗窃这么简单。我现在要赶快离开家，只有离开才有生还的可能。我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，只要轻轻的一拧，门就能开了。可下一秒，我的手像是被烫到了一般缩了回来。门外的声音让我毛骨悚然，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。我看见门把手开始转动，有人要进来了。我迅速反锁了门。2天前我刚搬到这里，就连男朋友都不知道我的住址，更没人有我家的钥匙。开门的是谁？门把手拧动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。外面的人发现门打不开，似乎有些急了。就在这时，卧室里传出一声轻响，那个躲在衣柜里的人出来了吗？来不及多想，我迅速跑进小卧室，反锁了门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，冷汗不知不觉间已经湿透了衣裳。怎么回事？卧室内有一个变态，而出去的路被另一个人堵死。此时恐惧已经占据了我的大脑，开门声已经演变成了一阵砰砰的砸门声，声音越来越急促，一下下就像拍在我的心上。我哆嗦着拿出手机，绝望中颤抖的手拨了好几次才打通报警电话。我颤着音说明了情况，警察嘱咐我一定要藏好，不要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，他们会尽快赶到的。挂断电话，拍门声没了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黑暗中好像只剩下我的呼吸与心跳声。难道他们听到我报警都吓跑了吗？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正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并偷拍了你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办？此时的我躲在小房间内，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的冷汗瞬间喷涌而出。小房间我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如果有人我肯定能发现，而且这是7楼啊，总不至于。正想着，我僵直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。定睛一看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着玻璃盯着我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相信人真的会被吓晕过去。我是被警察的叫门声惊醒的。在查看现场调取监控，并且走访邻居之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结果：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，没有照片，没有短信，连同那个陌生的号码一起在我的手机上消失。窗外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惨白的脸，也没有邻居听到昨晚的砸门声。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我昨晚经历的一切是假的，连我自己都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因为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睡在主卧室的床上。可如果是梦，我为什么会报警呢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文，李文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出差10几天了。他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沉思了片刻之后，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进你的房间，你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在你的卧室里安装了隐形监控。我觉得李文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听说过有个别租客为了寻求刺激，在退房后会在房子里留下针孔摄像头，观看下一任租客的生活。也有人会保留钥匙，知道是独居女性，就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屋内。挂断电话，我在卧室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摄像头。我坐在床边回忆，如果我屋子里没人，那昨晚衣柜里的光怎么解释？可如果他进来了，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？到最后，好像除了做梦，在梦游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李文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：小杰，你去咱家婚房里住吧。我有些迟疑，虽说我俩关系很好，但是毕竟还没结婚。李文也听出了我的迟疑，不行的话你就住几天宾馆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住宾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，我怕他担心，所以嘴上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后换了锁。我又亲自去物业看了监控，确定一无所获后，就跑去商场买了几个充电宝回家充电。回到家已经到了下午，精神疲惫让我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。没想到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做了一番充足准备，反锁大门，反锁窗户，把充电式小台灯放在了床头。9点半，我准时拉下了电闸。摄像头需要连接电源，如果卧室里真的装了监控，切断电源，对方就无法知晓我的举动了。夜晚仿佛格外的漫长，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心存侥幸，昨晚的一切万一真的只是一场梦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震动声响了起来，我浑身汗毛炸起，差点把手机丢了出去。果然又是那个号码。
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看着那张照片，我面如死灰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床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的幽光映着我的脸。这不可能，要拍出这样一张照片，除非拍照的人站在我的正前方。可我一直坐在床上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在我没检查到的地方藏着摄像头？电源没连接在我家，不是我家的电源，那会不会是楼上？我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如果是楼上，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，例如窗外那张惨白的脸，可能是楼上用绳子掉下来的假人；例如监控没有拍摄到进出单元楼的可疑人员，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栋楼里。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感觉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忽然陷入了黑暗，台灯熄灭了，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？这种充电式小台灯用电量极少，1个小时之前我看过，电量还是满格的，可能是坏了。我正准备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检查一下时，手机又震动起来，一条信息跃入眼帘。黑暗似乎更有趣，恐惧像一条毒蛇猛地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蹭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，生怕跑慢1步会有一双大手突然从床底深处抓住我的脚腕，把我拉进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可我知道我卧室的床下藏了一个人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接上文，我猛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我知道我家卧室的床下肯定藏了一个人。床头的台灯连接了充电宝，如果没人操作，不可能无端熄灭。再结合那条信息，我几乎可以确定，我一直与一个变态共处一室，是我太自以为是了，以为只要检查过，换了锁就肯定没事，却没有想到他还是潜进来了。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是我出门的时候，还是下午睡觉的时候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吓得浑身发抖。在我熟睡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一直在我家里的某个角落盯着我。就在这时，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隔着大门清晰地传进我的耳中。同样的时间，同样我跑到门口的一刻，门外都有一个人想进来。我生生止住了脚步，不经思索就钻进了洗手间。可刚进去我就后悔了，洗手间的门是毛玻璃，那个人只要一脚就能踹开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我下午去物业的时候存了一下保安的电话，就是防止晚上出现什么意外。我打开手机，拨打了保安的电话。快接呀！过了许久，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说话声，不过此时的我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毛玻璃上映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，他来了。电话那边还能清晰地听到保安的声音：“苏小姐吗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”我张了张嘴，哗啦一声巨响，洗手间的玻璃门碎了。一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站在门口，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。你是谁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像我的身体一样颤抖的厉害，我不断地往后退，直到后背抵在了冰冷的墙上。我惊恐地看着他，步步向我逼近，不要杀我，求你！我一边求饶，一边往角落的拖把靠近。也许是人在危难时刻爆发力惊人，我抄起角落里的拖把，用尽全身力气往他脸上砸去。他摔倒在地上，我趁此机会迅速往外冲去。可我前脚刚迈出卫生间，一只冰凉的手就抓住了我的脚腕部，猛地往后一扯，我狠狠摔在了地上，手机脱手而出。此刻门外的声音还在，不过开锁不成后，他又拍起门来，声音又大又急，似乎迫不及待的要进来。他想进来的目的也不单纯，但此刻的我已经走投无路。我开始大声呼救，希望他能帮我一把。不曾想，外头的敲门声却在我呼喊后戛然而止，安静的像是从来没有响起过。紧接着，我只感觉后脖梗一阵剧痛，最后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身边的护士看到我醒了，赶紧喊了人进来。进来的是之前那2个警察。原来保安接到我的电话之后，就立刻往这里赶，因为门打不开，还特地叫了开锁人员。结果就发现我躺在了卫生间的门口，旁边的玻璃碎了一地，是保安报的警。你除了手上被碎玻璃割伤了，其他并无大碍。当时发生了什么？我与警察讲述了我的经过，但不可思议的是，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已经问过保安。经过保安的叙述，他们赶过来的时候，路上没有看见一个人，屋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躺着。怎么可能？值班室距离我住的这栋楼很近，怎么会一个人都没看见呢？一共有2个人呢。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要逃跑，肯定会打照面。我想到了什么，拿出手机开始查看昨天的信息和照片。可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，那个陌生的号码连同信息和照片又全没了。幸亏我早就料到会这样，在收到信息的时候，我悄悄截了图。于是我点开相册，准备把截图递给他们查看。可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截图竟然也消失了，手机里干干净净的，好像那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此刻我的背后毛毛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，你会怎么办？昨晚蒙面男的样子历历在目，但所有有关他发来的消息又一次全都消失，查不到任何踪迹。保安发现我时，也只看到了我一个人倒在卫生间门口不省人事。我把我的疑惑跟2位警察说了，我怀疑坏人就住在我家楼上。警察对视之后看了我一眼，你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，没有仔细了解一下小区吗？你楼上那套房子是没人住的，这个我们已经确认过了。了解什么？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此时李文的电话打了进来，问我昨晚休息的好不好。当他得知我昨晚又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后，几乎咆哮了起来。他让我赶紧搬到新房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了。你今天才告诉我你住哪个小区，你早跟我讲，我都不会让你住在这里。李文絮絮叨叨跟我讲了很多，我才知道刚刚警察看我的眼神是什么意思。原来我住的这个小区被称为风水绝佳，所以这楼里1/3的房子买来放了骨灰盒，而我楼上那间就是。
除了清明和忌日，平时不会有人来。我从不在网络搜寻任何信息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我想到前天晚上贴在窗户上那张惨白的脸，瞬间变了脸色。我肯定不敢再回小区。最终我听从了李文的建议，搬到了新房。新房是这座城市治安很好的小区。我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床上。由于这2天特别折腾，我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，但是半夜我再次醒了过来，手机的屏幕好像感应到我醒了，突然就亮了起来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屏幕上显示一条未读短信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心里非常抗拒打开信息，可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把手机拿了起来。打开信息只有4个字：找到你了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，右侧传来了清晰的呼吸声。我身边有人，转头看去，那个戴着黑色头套的怪人赫然就站在阳台前。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？小杰，找到你了。这声音这么熟悉，我看着他慢慢摘掉了自己的面罩，赫然是我那出差好几天的男友李文。他面色苍白，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。此时此刻的他就像是一个魔鬼。怎么了，小杰？是我吓到你了吗？他慢慢向我靠近，我慢慢后退，一直退到门边，想打开门冲出去。然而此刻，卧室房门被砸响，就如同前几天晚上一样，但我没有停下。门外纵然是洪水猛兽，也好过眼前这个恶魔般的男人。我猛地拉开了门，门外的一幕却让我吓得差点魂飞魄散。只见一个男人正挥着拳头，一下一下朝着地上的女人，女人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我看着他微张着嘴，似乎想朝我说着什么，明明没有声音发出，但我却清晰的知道他说的是：杰儿，躲好，千万不要出来。女人开始还垂死挣扎，但很快就没了声息。他死了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的面前。此时的我泪流满面，顾不得擦眼泪，死死捂着嘴盯着这一幕。这时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，疯狂的笑着，哈哈哈，你活该。我惊诧地盯着他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那个声音我无比熟悉。随后我便昏死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醒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，阳光透射了进来。随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我逐渐冷静了下来。我想起来了，全都想起来了。我终于想起来了。那个被杀害的女人是我的姐姐，而杀她的凶手也成为了我的男友。李文被抓的那一刻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我想他一定很后悔把我留在身边。那一夜雷雨交加，哐哐哐的敲门声敲醒了我，提醒着我来者不善。隔壁卧室的姐姐急匆匆跑来按住我：小杰，你进去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出来。我听到外面传来吵闹声，紧接而来就是杂乱的打斗声。我战战兢兢地把门开了一条缝隙，看见一个男人将姐姐死死按在地上，拳头一拳一拳地砸在姐姐身上。姐姐蜷缩在地上，痛苦的哀嚎。他的眼神朝我看来，嘴唇蠕动。多年在一起的习惯让我知道姐姐说的话：杰儿躲好，千万别出来。我吓傻了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再等我回过神来时，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。他似乎不知道家里有一个我。我看着姐姐身下全是血，泪流满面，颤抖着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可来不及了，姐姐还是走了。我因为没有看清凶手长什么样子，陷入了无限恐惧、焦虑与自责当中。这些负面情绪导致我产生了心理问题。也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，我遇到了李文。对于我遭遇的事情，他说他理解我，姐姐肯定不会怨你，甚至希望你可以忘掉这些痛苦的回忆。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，就是我黑暗人生里的一道光，陪我走过最艰难的时刻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我们成了男女朋友。我与李文感情越来越好，短短1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。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想李文现在一定很后悔，明明知道我看见他杀了人，还是把我留在身边。他这样做，何尝不是在监视我呢？他那么频繁的出差，真的是出差吗？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我的手机里安装了监控软件，不知道他半夜用陌生的号码给我发骚扰信息，不知道他在我吃的饭菜里放了可以使人致幻的药物。我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，神志恍惚，被迫害妄想症，记忆总会产生错乱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梦里梦外都分不清楚，甚至有几次还在夜里报警。我背着李文去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，医生一次次的疏导以及药物治疗。我在今天终于把一切都想起来了。李文知道我心里脆弱到不堪一击，却一次次的试探我。深夜回家与我玩躲猫猫的游戏，吓得我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可他直接杀了我，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但事实是李文爱上了我，爱我又提防我，怕我知道姐姐是他杀死的，所以他想把我变成一个疯子，因为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。他的爱就是这样自私偏执、极端且充满控制欲与占有欲。本来他已经快成功了，可他低估了我对姐姐的感情。从小我与姐姐相依为命，我是在他的保护下才活到了现在。所以在我偷偷去做心理辅导之后，在看到姐姐死去的时候，我彻底清醒了过来。只有我知道我的姐姐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她是个坚强且善良的姑娘。在父母身亡之后，一直都是姐姐在城里打工供我读书，把我保护得很好，哪怕是交了男友都没有提起过我。她与李文白手起家，慢慢有了一些起色之后，李文就瞧不上从农村出来的姐姐，于是一直想甩开她。因为意见开始不合，她多次对姐姐进行殴打。姐姐本意是不希望男友与她一起负担我，但正因此，当时在家的我逃过一劫，而这个恶魔终于受到了惩罚。我也为死去的姐姐复了仇。全剧终。